我是邢娜，我是台湾妞。我们今天在哪呢？我们回台湾第一次出外景。我们在永和的韩国街中心街这里。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听说这里有一个韩国街，每次大家都跟我讲说什么什么可以去韩国街买，但是因为我永远都搞不清楚这一带卖了什么东西，我就会想说我想要来看看，回去以后才可以跟你们说你们可以去买就好。对，因为我家在附近，我从小逛到大的。然后我小时候对它的印象就是会有很多卖衣服的韩国衣服，然后门口都会摆了一大堆的韩国零食跟泡面。是哦，我完全不知道哎。我就跟妞说，我也蛮好奇它现在有变成什么样子，就是有没有做更多的改善啊或什么的。就是所以附近居民都知道这里，永和人应该都知道，中永和人应该都知道，这边很有名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想要看看就里面它到底有卖进哪些东西了。对，走。第一家这边逛到的是叫韩冰，它门口看最多的是泡面跟酒。对，怎样？大家对韩国是走泡面跟酒是不是？我觉得它那个泡面种类有点多，我觉得很多超爆多的，而且还蛮新的耶。它连那个盐奈茶芥都有还有那个粉红色的，超新我女儿最爱的 Pororo。它的盐奈茶芥都有对啊，我刚刚都说盐奈茶芥。就在讲它的。来看看有什么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下的。我觉得这个系列很好吃啊。你很爱那个系列。我很爱这个系列，超爱。三阳的 Purda Pokemon 那个辣鸡面，它有出一个奶油辣鸡面那类的之类的。它烧酒种类超爆多，超级无敌多，很惊人呢。我朋友是都喜欢喝青葡萄类，水蜜桃、青葡萄，我觉得都还蛮好喝的。然后我韩国会用这个料理冲哈。因为台湾不是有料理会放小米酒吗？我都是用这个来做替代。这个我们超爱这个的椰感。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。你怎么拿在旁边的？椰感超级无敌好吃，但是呢，我想要讲一下这个，这是崔一郎的最爱，因为他说他小时候他朋友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面，这件事情超可怕的。他有卖这个塔西 cake， 这个超方便的，如果家里有在煮饭的人应该都会买。因为台湾好像很少这种，就是里面有干燥的海鲜跟昆布的汤包。对，而且它这边也有片辣椒粉，而且我觉得它辣椒粉其实蛮便宜的。我出烤炉，真的耶，辣椒粉比韩国便宜吧？因为有的韩国辣椒粉真的狂爆贵，韩国辣椒粉超爆贵，贵的超贵。它有卖马口里耶，这里根本就是爱喝酒的天堂。居然有这个，就是你上次说很好吃济州岛橘子马口里。我比较在意料理类的，等我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想买应该就是鸡蛋饭吗？对，就是鸡蛋放在上面淋了一下，应该会很好吃。之前喝小米酒的小贝贝。跟这个韩国人他们吃生鱼片的时候是包这个。之前好像 Twice 好像是 Momo 吧，他就说他本来日本人是吃瓦萨比跟酱油，然后可是韩国人是用这个然后包蔬菜，对，然后他就说他后来吃了这以后就回不去。真的假的？他说他回日本的时候会找这个，真的我觉得很好笑。如果有好奇可以吃吃看，因为韩国除了吃生鱼片的时候会用这个包，最妙的是他们花椰菜是沾这个吃。对，你看这个图，花椰菜就是沾这个吃。我其实没办法接受。对，其实蛮多台湾人都没办法接受的。然后他们家的香油很好，很好。我们家也是买的。对，Odugi 的香油，他们 Odugi 的香油有分很多种类，但我觉得这个基本款的已经很好吃了。芝麻粒不知道台湾人用不用不然其实很多韩国料理会用那个芝麻粒。对，台湾人好像比较不常。对。然后我们之前就是有做杂菜啊什么的，我好像做过蛮多次的。而且它有分。它有卖粗的跟细的，粗的跟细的，这就是最近我在狂推的，它超好喝，它超好喝。你是不是加气泡水？对，你之前有推荐给我。加牛奶也超好喝，真的，我没有试过加牛奶。加牛奶非常好喝，因为酸跟那个奶它会结块，所以你弄完以后要赶快把它搅一搅喝。可是非常好喝。它连这个都有卖，它还有卖崩堆鸡。对啊，崩堆鸡。那个海螺，之前我有做那个海螺拌面，就是用辣椒酱跟糖还有醋，就可以做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它的海螺。海螺拌面大家可以用台湾的面线去拌，对，也很好吃。没错，你只要买辣椒酱、砂糖，对，跟香油、还有醋，这种都家里都有的。你们每次都在问说那个鱼露在哪里，就是这种鱼露。他们做泡菜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放一点点鱼露这样子。酱料类还蛮丰富的呢。你知道这个小朋友风靡耶，八道公司出的对 Pororo 的炸酱面，没有错。肩膀应该
还要再过很久才让他吃泡面。那要妈妈先忍着不吃啊。对啊，这倒是。妈妈先不要在小孩面前吃。我其实之前那个要办婚礼的时候啊，要穿韩服嘛，然后我其实有来这边逛看有没有卖一套的韩服，但都是卖那种你知道，不行啦，这里的韩服是那种观光客韩服，对，就是观光客韩服啊，对，但我婚礼有点困难。我那时候有来这边逛过，就对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家叫韩国商行，我们现在进去请示一下拍片的事情。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它门口有这个这是什么？去角质啊，那个澡巾啊，就是那个韩国澡堂里面会有的。我知道，其实很多代购在卖这个真的吗？但台湾人很疯这个东西真的吗？你不知道哈？我不知道。很多那你们知道要怎么样发泡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你身上呢，要先冲热水完了以后，擦一层薄薄的肥皂。或是沐浴乳，可是要薄薄，你也不用擦到很多泡泡，你的身体会太干。薄薄的肥皂，然后呢，你就等着大概5到10分钟。你说身会比较好搓，肥皂在身上，对，真的哦。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穿着内衣的阿姨教我的。我要笑死！他就说我发泡发的不够。什么东西啦？门口一样摆了各式各样的拉面。对，有你送给芊芊的。这个最近在韩国很红，农心的那个培烘冻，它是习代言的，它是干拌面。对，韩国的冷面。这个牌子的冬粉是我喜欢的，我们家都会买它。对。它这里的那个鱼露有更多的，然后鱼露是有分韩国鱼露，你只要海鲜都可以腌鱼露，对，所以它这边就是有分提鱼还是虾子的这样子。刚刚那里也是一种鱼啦，就是对，都是鱼类的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还吃不习惯，不知道味道会变成怎样的话，你们买小罐的就好了。这边的酱料超级丰富，超多，完全是一个韩国超市的概念，真的。对啊，而且是超市有的牌子。每次大家都很喜欢问我，红色的是什么？红色的是辣椒酱，咖啡色的是大酱，绿色的是包酱。对，基本上是。我觉得台湾应该比较常吃的是红色的跟咖啡色的。没有，红色的跟绿色的。绿色包酱吗？包酱就是台湾人可能烤肉，你可以用包酱弄，可是大酱台湾人比较不会处理。可是因为我们家很爱喝大酱汤。你说用韩国的大酱汤？对，我之前会买韩国的大酱，买回来给我妈煮成汤。所以它会变成就是大酱汤啊，我就是会教他怎么煮大酱汤。可是台湾人不会觉得大酱汤太咸吗？就是有点像很咸的味噌汤会变成味噌汤，韩国式的味噌汤，会变成味噌汤。因为韩国人对于我们把大酱汤变成味噌汤这件事情，好像蛮愤怒。为什么？没有，不是愤怒啦，他们就是会觉得那个不是大酱汤。不管，好喝就好。他有卖给你呗。前阵子韩综是不是有在讨论有关于在吃芝麻叶的时候，帮另外一个人去把那个芝麻叶分开，到底是不是有暧昧关系？就是你的男朋友当着你的面帮另外一个女生把芝麻叶分开这件事情，O 不 OK？ 可不可以生气？可以生气啊，这很值得生气啊！你们买这回去就知道那是在讲什么了。但我个人不爱吃芝麻叶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也不爱，结果我要芝麻叶呢，拿去夹白饭，热白饭。非常好吃，可是芝麻叶有一个味道啊，习惯就好。我一开始也非常没有办法习惯我一开始非常讨厌，所以我每次吃那个烤肉的时候，我都把给你就是拿给我老公。我觉得我可能是有一次很饿，我觉得应该是。然后有一次很饿，然后我就夹了那个配白饭以后，天哪，人间美味！从此以后就爱上它了。好，你可以哪一天很饿的时候试试看。好，我来试一下。哦，它这边有那个母鱼肉，我之前做炒切啊，或是做肉的料理啊，的时候我会放。这种我都会说是果糖，然后大家都会说我家在放清洁剂。果糖对，可是我们家好像没有在用这个耶，因为你不吃甜的。对，但就是那时候大家就会说我很像在放清洁剂，什么就是这东西。你有每次来我家说你们家为什么没有糖啊？他们家连砂糖都没有。有啦，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剩一点点。你知道你后来我就买啦，可是它就到现在都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做饭不会放砂糖啊。然后这个东西它有梅子梅子酱，我想梅子酱做菜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要放糖，改成放梅子酱。特别是像是肉类的，你放梅子酱，肉会特别软。然后跟我每一次做任何韩国的料理，就是韩国的汤啦，特别是像是海带汤啊什么的，
一定会放汤酱油。汤酱油这边也有汤酱油，汤酱油非常非常的好用。我们家也是都买汤酱油，因为汤酱油任何的汤，你要是用比如说用排骨或是用蔬菜熬出来，你觉得味道不够，你都可以放汤酱油，都会变很好吃。没错。这边还有各式各样的烧酒，各种水果口味的。Apple Mango， 好想喝。你现在有一种直视看的发呆的感觉。什么酒精中毒者啊我？你刚刚开始抖吗？对。这里的酱料真的好气有哦。Coco Palm 之类的东西，它这边真的是蛮多韩国人从小到大喝到饮料都有，是有的。来了。我喜欢的煎饼粉，韩国的煎饼粉有蛮多牌子的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不倒翁的，因为它煎饼粉其实是调味过的。每个牌子用起来，我觉得 Odugi 的就是做起来的是最好吃，然后也最脆。对。然后你买的时候啊，我个人是会买大包的啦，然后再买一些炸粉。可是炸粉我觉得不一定要用韩国，台湾那种炸粉也可以。反正可是不要是炸鸡粉里面有胡椒粉那种，不要，就是白的粉。用煎饼粉的时候，里面再加大概1/2到1/3，对，中间这样子的炸粉的话，你的饼会变得非常的脆。所以那个普钦卡鲁就是海鲜煎饼吗？还有什么？最近节瓜都进来了嘛？你把节瓜先撒盐巴，然后大概20分钟以后它会出水，然后你就把它吸干，吸干了以后呢，先过蛋液，然后呢上面再沾这个煎饼粉。我们的编辑在旁边狂点头，是想学起来吗？再弄这个煎饼粉，然后去煎。煎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煎到软烂，煎到稍微有一点脆脆的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我们家都用他们这个咖喱块哦，真的哦。也是用不倒翁的咖喱，这是我很常用的。我煮那个我们家也是用这个海带汤，因为它已经剪好了，对，它超方便的，它已经剪好，我们就不用另外去剪这样子。然后你就只要用水滚开了以后呢，放大蒜泥跟刚刚讲那个汤酱油，然后滚久一点就好了，就会很好喝。就是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啊，大包的那个海带就可以，我妈那时候就是每天都炖给我喝，因为韩国的坐月子的时候是喝海带汤，就可以清污血。对，然后里面又会放一些牛肉等等，就是还蛮补身体的。哦，它连那个칼국수都有还有这个东元的辣椒鲔鱼，这个跟白饭一起拌，然后再倒一些香油，放一颗蛋，超级好吃。它有点甜他就不喜欢甜的啊，它就是有点像茄汁啦。对。可是我觉得比茄汁再甜一点。有这个冷面，就在韩国的冷拌面有分水，它居然还有육수，真的耶！冷面的汤，물냉면就是水冷面跟那个干拌面的비빔냉면。这好酷哦！它的冷面汤包我没有吃过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。我可以想象啊，因为你知道韩国最近很红，就是冷藏的冷面包，它就是一袋里面有冷面，然后跟这个我知道，然后直接加在一起，超好吃，真的。夏天吃超清爽。其实这边的很全耶。我也觉得耶，居然还有腌章鱼耶。对啊，辣鱿鱼。腌章鱼我们家的人超爱，我们家也是，拌饭超好吃。它这家其实东西还蛮齐全的。阿梦的，大家也不用在东大门买啊，在这里买，这里就买得到了。有惊爆价哦，有惊爆价。各式各样的海苔，因为看得出来，应该真的就是韩国人。韩国人可能会来这边补给，因为他连一些牙膏都有。他那也有对。为什么要去韩国买？这边都买得到好，我们现在这一家是看起来是丹野商行中心街31号这里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先去逛过2家，所以我刚先进去搜寻一下。我觉得这一家是零食为主，这一间是我们编辑师说他都会来这边补货，对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零食比较多，而且它零食看起来蛮新的，就是跟其他家比起来，零食蛮新的。我们以前开箱蛮多的零食它都有可是第一家的零食也还蛮新的，可是我觉得种类来说这边有多种类这边蛮多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走过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发现后面的店家的东西差别都没有很大，对，那主要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你有想要买好的东西，我觉得你要先列好清单再来，因为它不是每一家店东西都是全的，你可能会想要比价一下，然后呢，跟你有想要买的东西可能没有写，我觉得蛮容易会忘记的。对，韩国街这边呢，我小时候逛的时候呢，它食品量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它是后来这几年感觉变多了。以前小时候零食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以前比较多是卖衣服，标榜它的衣服都是东大门来的，所以那时候它韩国街有名的是因为它都是卖韩国的服饰。所以你看后面逛的几乎都是衣服，就是以前一直到现在的老店这样子。我个人觉得，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尝试韩国料理，基本上这边所有的酱料都买得到。
对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是几乎没有没卖的东西。我也，因为我觉得连紫苏籽都有在卖。对啊，很齐耶，而且它很多那个马素啊，就是那种很冷门的酱料都有哎，皇太鱼干也有，对对对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不会有买不到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要做韩国料理的话，来一趟应该就可以解决。然后我们刚刚总共逛了3间嘛，第一间我觉得它是零食跟酱料都有，可是比较普遍的种类的。对，那第2家的话，我是觉得如果你是要买料理，你可以直奔第2家，因为我觉得第2家的东西几乎是满满都有，就是所有的品牌，然后也都是蛮大的品牌的这样子。那第3家我觉得它主要是零食很多，对，零食饮料、酒类，对，它零食蛮新的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其实如果你想要买酒类、烧酒、小米酒，我刚刚逛其实3家的种类都还蛮齐的，而且它是一个烧酒品牌，各个口味都有，对，所以就是如果想要买酒类的话，其实3家都还蛮可以逛的，对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就是韩国街这边去探访一下。太想要知道韩国到底买些东西，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很有趣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对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醒啊，拜拜。拍子，好弱，好了，根本没拍到啊。